我想问在座的观众一个问题啊，现在在你的包包里、钱包里，或者是你的裤子口袋里，有没有人随身带着安全套？可不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我看到还是有几位勇敢的观众举了手哈。那我想看一下有多少女生会随身带套呀？好像手很少哈，那边有几位，谢谢你们，可以把手放下。我觉得你们很勇敢。如果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我的身上呢，随身带着这样一个小铁盒，里面有一个安全套，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怎么样的想法。你们可能会觉得好奇，她为什么要随身带套呀？她是不是随时都准备好跟别人发生性行为啊？当然，你们也可能会谴责、鄙视她，觉得身为一个女孩子这样做不知羞耻。那你可不可以换一种想法呢？随身带套意味着她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能够选择一种安全有效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赞赏的好事吗？我从很早开始呢，就关注身体、性、性别以及女性方面的议题。大概在1年半前，我和小伙伴一起成立了一个青少年性教育公益网站，叫青性网。我们主要在一些线上的社交媒体平台做关于性教育的科普，分享一些同龄人的青春故事，同时解答他们的疑惑。我们主要关注的议题就是包括身体呀、性与健康、性观念以及青少年的成长。在我们的后台呢，每天都会收到粉丝各种各样的提问。有一天晚上呢，我收到这样一封私信，是一个大2的女生，她叫小薇。她跟我说，她今晚与破她处的男友分手了，她觉得自己很亏，她失去了处女膜，她不是处女了。她问我自己还能不能拥有纯净的幸福。我想很多女生可能都会有小薇这样的困惑，她们把自己放在两性关系中一个比较被动的弱势的地位。我承认，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对女性的性有很多束缚和禁锢的社会里。她这样的想法呢，也不过是在遵循主流社会的规范，但是这样的社会规范毕竟是对女性很不公平的。如果你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纯洁的、对性一无所知的女生，长久下去，你是在放弃你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两性关系原本应该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不存在你把自己给他或者你被他破处这样的说法。性应当成为你们俩之间平等、自愿、互相尊重，同时很愉悦、很享受的一件事。它不是礼物，不是馈赠，更不是你的任何牺牲。如果你能换一种面对性的态度，可能你会减少很多生活中不必要的纠结。我用这些话跟小薇沟通，解开了她的心结。身体和性是每个人一生的主题，也是很多人的焦虑来源。尤其是年轻女生，她可能会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焦虑自己的身体。然而，社会对于女性的性的一些禁锢和限制，阻碍了她们去自主地获取性知识。那在性方面呢，意外怀孕就是她们最大的恐慌。我想很多女生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一旦月经晚来了几天，那几天你都会担惊受怕，害怕它不来。那有这样一个高3女生小云，她找到我，跟我说她和男友发生了所谓的边缘性行为。但是其实据她描述呢，根本没有器官的直接接触，只是隔着衣服用手抚摸了。她的月经晚来了几天，她每一天都活在极度的恐慌之中。那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她除了害怕怀孕呢，她还遭受着男友对她实施的亲密关系暴力，甚至有生命威胁。但是她却不敢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她的家人，因为她害怕她的家人知道她已经开始尝试有性行为了。怀孕生子对女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很多人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有一个19岁的女生可可，她跟我说她意外怀孕了，而且很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她说她虽然不会跟现在这个男友结婚，但是她家里有关系，孩子的户口问题很好解决。她还跟我说她的父母文化水平很高，可以给孩子很好的教育。虽然她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她的父母，但是她觉得父母一定会支持她的。她还说孩子早晚都会来到我的生命中，那现在这个意外的到来或许是注定的命运。当我听到这些话从一个19岁的女孩子口中说出时，我是很惊讶的。
我觉得它其实对于怀孕生子，对她个人来说，对她的人生轨迹有什么影响，或者她作为一个为人父母对孩子有什么养育的责任，她没有考虑清楚，就下了这一个草率的决定。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这一切都是已经建立在她已经怀孕的这个假设上。因为过了几天呢，她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你们猜是什么？上面是一根验孕棒，是一条杠。原来她根本之前都没有验过孕，她就以为自己已经怀孕了。其实女性从一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很重的羞耻观念。我们来月经是羞耻的，身体发育是羞耻的，甚至身体比较丰满都是件羞耻的事。我们有欲望是羞耻的，自慰是羞耻的，跟人发生性行为或者未婚先孕意外怀孕而流产的，那更是会被很多人看成是不自爱、不检点，甚至是荡妇。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过对身体和性很困惑的这段日子。但是青少年他却没有一个途径让他去获取一些正确的性知识和不带偏见的建议，甚至连倾诉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仍然谈性色变，学校没有正规的性教育课程，家长更是闭口不谈性。但是真的不说就代表什么都没有发生吗？当然不是。表面的风平浪静其实掩盖不了现实生活中的波涛汹涌。我们的媒体上每天与性相关的新闻不计其数，我们走在街上几步就能看到一家无痛人流的医院广告。至于青少年获取性资讯最常用的渠道，也就是互联网上，错误的性知识泛滥，不尊重女性的观念随处可见。比如什么黑木耳啊、先父遗传呐，这些在我看来非常可笑的一些观念，竟然可以大行其道，加深社会对女性的性的一些污名和误解。那亲性的目的呢，就是以知心姐姐的身份，给这些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的线上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大胆地说出平时难以启齿的一些困惑。我们在提供性知识、传播积极的性观念的同时呢，更会给他们一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获得的情感上的支持。但在我看来，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主动获取知识当然是第一步，因为知识不会给你污名和羞耻，相反，知识会给你力量去战胜这些污名和羞耻文化。如果你没有一个主动获取知识的意愿，我们把这些知识硬塞给你也是没用的。你应该从经验中学习，一步步成长起来，真正不再做两性关系中被动的那一方。我们在陪伴粉丝成长的过程中呢，也见证着他们的改变。第一个故事中的小薇，过了大半年之后呢，她又找到了我。她跟我说，她学会了慢慢接纳和取悦自己的身体，而且她现在找到了新男友，他们感情很好，性观念一致。她通过亲信提供的一些知识呢，选择了短效避孕药这种最适合她的避孕方式。现在她是一个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成熟自主的女性。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那段年少无知无助的日子。我创立亲信呢，正是想陪伴青少年度过这一段难熬的日子。不管是意外怀孕或者流产，或者是对这些事情的恐慌，他们都不应该成为你生活中的尴尬呀或者污点，而应该是你认真避孕，去主动获取正确的性知识，树立积极的性观念的一个开始。